大家好，现在不管是中老年人养生，还是年轻人追求健康饮食，大家都把少油、少盐、少糖这6个字牢牢刻进了骨子里。做饭时主动减少油和盐的使用，日常主动避开甜食和油炸食品。很多人都以为只要坚持做到这3点，饮食就足够健康，就能稳稳远离3高问题，全面保护好自己的5脏6腑。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就算我们严格做到了控油、控盐、控糖，日常饮食中依然隐藏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几乎人人都在天天摄入超标的物质。这种物质就是磷，它正在以一种无声无息的方式持续损伤我们的血管、骨骼和肾脏，在不知不觉中给身体埋下各种各样的健康隐患。大多数人对磷的认知都非常片面，仅仅停留在磷是一种对骨骼有益的营养素，觉得这种物质只有补充的必要性，完全不存在过量摄入的问题。甚至还有人认为磷补的越多，身体就越健康，骨骼就越强壮。可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如今到处都是加工食品、速食便当、外卖餐饮的现代饮食环境中，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在长期摄入过量的磷。这种超标不会带来明显的疼痛感觉，也不会立刻引发急性疾病，却会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中，慢慢伤害我们的关键器官，造成难以逆转的慢性损伤。磷确实是人体必需的重要矿物质，是维持身体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它的作用贯穿在人体多个核心生理环节当中，它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之一，能够让骨骼更加坚固、更有支撑力，同时参与细胞的能量代谢过程，帮助身体把吃进去的食物有效转化为可供利用的能量，还能维护细胞膜的稳定状态，调节身体内部的酸碱平衡。哪怕是最基础的肌肉收缩、神经信号传导都离不开磷的参与。可以说，我们的身体里绝对不能缺少磷，但是缺磷的情况在现代人群当中几乎不会出现，反而是磷摄入超标已经成为全民普遍存在的健康问题。根据2023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明确标准，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磷的适宜量为720毫克。这个数值已经完全能够满足身体所有正常的生理需求，就算放宽到人体最大耐受限度，每天摄入磷的最高上限也不能超过3500毫克。一旦长期超过这个安全数值，多余的磷就会给心脏、血管、骨骼、肾脏等多个重要器官带来持续的代谢负担，造成缓慢且不可逆的器官损伤。而真实的国民膳食调查数据远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加严峻。我国居民平均每天的磷摄入量已经达到 941.1 毫克，比身体所需的适宜量直接超标 30% 以上。在一些生活节奏快、经常食用外卖、零食、加工食品的城市居民中，日均磷摄入量更是高达1404毫克，远远超出了身体正常的代谢能力，长期处于严重超标的状态，给身体带来持续的隐形伤害。可能很多人会感到疑惑，老一辈人常年吃简单的家常饭菜，从来没有听过磷超标这个问题，为什么到了现代社会，人们会普遍出现磷超标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核心原因就是现代食品加工方式带来的巨大改变。我们吃进肚子里的磷一共分为2大类，一种是天然磷，另一种是添加磷。这2种磷在吸收速度、代谢难度、对身体的影响等方面有着天壤之别。第一类是天然食物中的天然磷，它的核心特点是吸收速度慢，容易排出体外，对身体几乎不会造成任何负担。天然磷都藏在那些未经深度加工、原汁原味的新鲜食材当中，比如新鲜的猪肉、牛肉、羊肉、各类鲜活鱼虾、鸡蛋、牛奶、酸奶、豆腐、豆浆、各类新鲜蔬菜、小米、燕麦、
糙米等粗粮。这种天然磷进入人体肠胃之后，吸收率只有 40% 到 60%， 吸收速度非常平缓，稳定身体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调节和代谢。而且人体本身具备完善的排磷机制，多余没有被吸收的天然磷会通过肾脏顺利排出体外。只要正常食用天然食材，哪怕摄入量稍微多一点，也完全不会出现磷堆积超标的情况。第二类是加工食品中的添加磷，它的特点是吸收速度极快，极易造成超标，是导致现代人磷超标的真正隐形元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难防范的健康隐患。在食品工业化加工生产的过程中，商家为了提升食物的口感，延长食物保质期，锁住食材水分，让卖相更加好看，会在各类食物中添加大量的磷酸盐，比如3聚磷酸钠、焦磷酸钠、6偏磷酸钠等。这些都是食品加工行业中非常常用的添加剂，也是添加磷的最主要来源。我们日常随手就能买到、吃到、喝到的食物几乎全都是添加磷的重灾区，比如可乐、雪碧等碳酸饮料。火腿肠、午餐肉、培根、香肠、卤味、熟食等加工肉类、速冻水饺、馄饨、包子等速冻食品、便利店的面包、蛋糕、甜品、点心，还有速溶咖啡、奶茶、代餐粉、袋装膨化零食、肉丸、鱼丸、火锅丸料等。这些食物中的添加磷会给身体带来毫无缓冲的直接负担。一方面，添加磷的吸收率高达 80% 到 100%， 吃进去多少身体就会吸收多少，几乎没有代谢缓冲的空间。另一方面，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标志会标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含量，从来不会标注磷的具体含量，我们根本无法判断自己吃进去多少添加磷实际摄入量往往比公开统计数据还要高，长期下来很容易造成严重超标。长期磷超标对身体的伤害主要集中在3个核心部位，每一种损伤都非常隐蔽且持续，等到出现明显症状时，往往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第一种伤害是直接损伤心血管系统，加速血管硬化与钙化，大幅提升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当体内的磷长期处于超标状态，身体感知到这种异常后，会立刻启动应急排磷机制，大量分泌 FGF23 和甲状旁腺激素。这2种物质就像身体内部的警报器，持续不断地催促肾脏加快速度，把多余的磷尽快排出体外。偶尔一次吃多了高磷加工食品，身体的警报器短暂响一次，很快就能恢复正常，不会造成任何明显影响。但如果天天吃、顿顿吃，身体的警报器就会一直处于激活状态。长期处于这种应急反应模式，就会直接损伤心血管健康。首先，过量的磷会直接刺激血管壁，导致血管钙化，让原本柔软有弹性的血管慢慢变硬变脆，失去正常的收缩与舒张能力。其次，心脏需要长期配合身体的排磷机制，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负担不断加重，久而久之会出现左心室肥厚的问题。同时，血管内皮会持续受到刺激和损伤，血液中的垃圾、脂质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大大增加心梗、脑梗的发病风险。最重要的是，这些心血管损伤是磷超标直接导致的，和高血脂、高血压没有直接关系，哪怕血脂、血压全部保持正常，长期磷超标也会慢慢堵塞，损伤血管，带来致命的健康风险。第二种伤害是打破钙磷平衡状态，造成骨头变脆、血管变硬，两头同时受损。磷和钙是身体里一对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好搭档，二者必须保持固定的平衡比例，才能同时保护骨骼和血管的健康。钙负责让骨骼坚固，让血管保持柔软；
磷负责配合钙发挥正常生理作用。一旦磷含量过多，这个稳定的平衡就会被彻底打破。当体内磷含量超标，血液中的钙磷比例失衡，身体为了快速恢复平衡状态，会做出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自动分解骨骼中的钙，释放到血液里，用来中和多余的磷。这个过程会给身体带来双重致命伤害。一方面，骨骼中的钙不断流失，骨密度持续下降，骨骼慢慢变得疏松脆弱，轻则经常出现腰酸背痛、腿脚无力，重则稍微磕碰就会发生骨折。老年人的风险尤其突出。另一方面，血液中多余的钙无法被身体有效利用，会慢慢沉积在血管壁上，进一步加重血管钙化问题，让血管变得更窄、更硬，血流速度明显变慢，血管堵塞的风险直线上升。更严峻的是，我们中国绝大多数人日常钙摄入量都达不到国家推荐标准，平均每天钙摄入量还不到推荐量的一半，本身就处于缺钙状态，磷超标再叠加缺钙，会让钙磷比例严重失衡，相当于给骨骼和血管带来双重打击，损伤程度会成倍加重。第三重伤害是加重肾脏代谢负担，悄悄拖垮肾功能。肾脏是身体代谢磷、排出多余磷的唯一核心器官，我们摄入的磷经过身体吸收利用后，所有多余的部分都要依靠肾脏过滤，再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长期磷超标就意味着肾脏每天都要超负荷工作，原本只需要处理720毫克的磷，现在却要代谢900多毫克甚至更多，长期连轴运转，没有任何休息和修复的时间，肾脏细胞会慢慢受损，肾功能会逐渐衰退。健康的肾脏短期可以承受这种超负荷工作，但是时间久了必然会出现功能性损伤，而对于本身肾脏功能就有轻微问题的人来说，磷超标更是雪上加霜，会快速加速肾功能下降。最让人担心的是，慢性肾病在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症状。我们中国成年人慢性肾病的患病率高达 10.8%， 但疾病知晓率只有 12.5%， 也就是说，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1个人的肾脏已经出现损伤，但是这10个人中有9个人完全不知情，还在天天吃高磷加工食品，持续加重肾脏负担，慢慢拖垮肾功能。讲了这么多磷超标的危害，并不是让大家过度焦虑，更不是让大家完全戒掉加工食品、外卖和零食。现代生活节奏快，我们难免会加班吃外卖，嘴馋喝可乐，饿了吃面包零食，完全忌口既不现实，也会让生活失去应有的乐趣。我们要做的不是极端忌口，而是合理搭配，科学减少添加磷的摄入。这里给大家一个最简单、最好坚持、人人都能做到的饮食原则。日常饮食 70% 吃天然食材， 30% 留给加工食品，具体落实到1日3餐非常清晰易懂，占比 70% 的主食和菜品全部选择天然食材，新鲜的猪牛羊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各类时令蔬菜、粗粮、水果都可以放心吃，足量吃。这些食物中的天然磷吸收慢，易代谢，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负担，还能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类优质营养。剩下 30% 的饮食空间再留给加工食品，把可乐、奶茶、火腿肠、面包、零食、速冻食品当成偶尔解馋的奖励，比如1周吃1到2次，而不是天天吃、顿顿吃。只要控制好食用频率和用量，身体完全可以代谢掉少量的添加，磷不会造成超标负担。除此之外，日常做饭尽量选择在家烹饪，少点外卖，少吃熟食卤味，购买包装食品时仔细查看配料表，尽量避开含有磷酸盐、磷酸字样的加工食品，就能进一步减少添加磷的摄入。其实真正的健康养生从来不是死守几条固定规矩，也不是盲目极端忌口，
而是主动避开那些藏在饮食里的隐形健康坑。我们一直高度关注控油、控盐、控糖吃，却长期忽略了隐形的磷超标问题。从现在开始轻微调整饮食结构，多吃天然食材，少吃加工食品，不用刻意改变太多生活习惯，就能轻松远离磷超标，稳稳护住血管、骨骼和肾脏，这才是更靠谱、更接地气、更适合普通人的健康饮食方式。好啦，今天的健康科普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学有所用，把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收获更稳定、更长久的身体健康。本视频内容仅为健康科普参考，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诊断、建议或治疗方案。如有相关健康问题，请务必及时咨询医生或专业医疗人员。咱们下次再见。